果说苏州是江南最秀气的天花板，那南通就是江苏最骨头硬的底色。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是江苏的江海门户。它东临黄海，南接长江，隔江与上海相望，是长三角北翼的重要支点城市。Nantong, a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with an area of 8,001 square kilometers.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s 7,743,500. Second-tier, large cities,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Center City, and modern port city. Nantong is known as the Pearl of the River and Sea, with 166 kilometers of riverfront and 206 kilometers of coastline. The river wind and the sea rhyme give birth to the unique river and sea culture. Nantong is the hometown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home of architecture, the land of longevity, home of sports.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从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到教育、医疗、实业，都是由一个叫张坚的人一砖一瓦亲手堆出来的。张坚状元出身，却不做官，投身实业。他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纱厂、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家博物馆，还修路、架桥、铺水电，把一座晚清江边的小城变成了全国最现代、最整洁的地方。有人说，南通的城市精神其实就是张坚精神，不靠嘴说，靠手干。这股劲头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南通是全国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港口城市，它的 GDP 长期稳居在江苏的前列，高新技术、船舶工业、建筑工程发达，拥有江苏第二大港南通港。南通也是江苏最不像江苏的地方之一，语言接近上海的吴语，但文化更偏向于中原，有江南的灵气，也有北方的直率。既能弹昆曲评弹，也能端着啤酒撸串侃时事。说起美食，南通也不含糊，狼山鸡、文蛤汤、炒鳝糊、海门鱼圆、竹东糟蛋，还有那个出了圈的海安大肠面一样等打。风景上，南通有狼山，有濠河，有长江入海口的江海潮生，也有全国罕见的市中心5A 级景区。在网友的口中，南通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江苏唯一的南哥。这个梗不是自封，而是网友们看完苏超后众口一致的评价。南京虽是省会，但在球场上真正用实力让人闭嘴的南哥只有一个，那就是南通。所以南通是什么样的城市呢？它不争风头，但从来不掉队；它看起来普通，但从不平庸。它不是江南最亮眼的封面，却是整个江苏底色最硬的一页。而这样的一座城市，踢起球来会是怎样的风格呢？从考场到球场，南通可以说无敌，是多么寂寞。这可不是一句玩笑。南通多年来高考成绩在江苏遥遥领先，被称为江苏的考霸之都。中考、高考频频霸榜。网友调侃，能被南通的学生打败的，往往不是成绩，而是自尊。而在苏超的赛场上，这种默默碾压的气质似乎也被继承了下来。
没有大肆的宣传，没有话题的引爆，没有段子的造势，南通就像是从书桌边走下来的老同学，一脚一脚的把球踢进你家门口，还不说话。网友总结得很准，南通人不太擅长秀存在感，他们擅长制造分差。这种低调碾压型的人格，在足球里变成了控制节奏的精准执行，在城市里则是一种全领域稳定发挥的沉稳气质。所以说，无敌是多么寂寞，但更寂寞的是，你连他们云你的方式都记不住，只记得比分板上那行字：南通云了。这背后不仅仅是教育成绩无敌，更有一种从娃娃抓起的足球专利。最近首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火了，南通队一群平均年龄20岁的小将3连胜领跑积分榜。早在2011年，原本是拖鞋厂老板李泰镇在海门创办的免费的青训俱乐部。这次出征的南通队，39名队员中有35名在这个青训基地经历过锤炼，坚持14年来，他的足球梦逐渐开花结果。从7个孩子通过4年的发展，变成100多个孩子了。到了2014年，一场资金危机几乎将基地压垮，每年300万、500万也不够用。2015年，海门成立了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球员奖励和足球建设。我们区委区政府1000万的资金的扶持，加上我们开发区每年300万的扶持，针对这个职业俱乐部，使我们不负众望，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的荣誉。2011年，南通海门一位拖鞋厂的老板李泰镇用家族的财产创办了科地园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坚持免费青训整整14年，不收1分钱。起初只有7个孩子，如今俱乐部已有完整的梯队体系，还有外教团队，年薪高达100万。李老板卖掉了上海的4套房、2套的海门房产，和妻子一起住进了球员的宿舍，亲力亲为，只为守住这片球场。足球不是挣钱的工具，而是孩子们的梦。正是这份纯粹，让南通在苏超的舞台上打出了独有的底色。而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传承正在父子之间延续。苏超南通队的队长李贤成，正是拖鞋厂老板李泰镇的儿子，从小就在科地园青训体系里成长，如今成为南通队的精神领袖。还是李贤成，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这句话背后是14年坚守的家庭事业，是一代人对足球最不功利的热爱，也是南通这座城市干就干到底的写照。39名苏超南通队球员中，有35人出自科地园青训体系，他们不是空降兵，是土生土长的江海小将，背后是10几年默默耕耘的草根力量。说到南通队，不能不提起他那极具象征意义的队徽，一只低头俯身、眼神冷峻的狼。这是南通科地园足球俱乐部的官方标志。狼从不喧哗，但一旦出击，必定精准致命。这正是南通足球的写照，不显山，不露水，不搞花架子，一旦开打就稳很准。队徽里的狼图腾象征着团队的忠诚、坚韧、耐力和纪律，这正是南通这支球队的精神内核。就像网友说的，别人是玩足球的队徽，南通是把图腾印在了骨子里。带着这股狼性，南通队在苏超开赛阶段迅速确立了优势。南通队在前5轮的成绩如下：第1轮南通2-1胜南京，第2轮南通1-0胜常州，第3轮南通4-0胜泰州，第4轮南通4-0胜苏签，第5轮南通2-1胜徐州。5轮过后，南通5战全胜，展现出绝对的霸气与稳健，积分榜排名领跑，是目前苏超最具压迫感的队伍之一。第4轮对阵苏签更成为一场网络的热梗，南通门将在比赛中因太无聊被拍到了在球门后闲逛、散步，甚至背手靠天。
网友纷纷调侃：这不是守门员，这是门口的保安呢。守门员太寂寞，南通防守压根儿不给他出场的机会。这张门将散步图成为本轮比赛的名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通的防线统治力。这5场比赛鲜明地展现了南通风格，开局稳扎稳打，首轮小胜南京，开启连胜节奏。林峰体现防线硬度，对阵泰州、宿迁都以4-0大胜，攻守兼备，既能高比分取胜，也能关键时刻凭小比分拿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南通踢球像干活，每一步都在做实事，从未把比赛交由运气决定。这种持续的高水平输出，让他们在热闹的联赛中成为不容忽视的稳压流。他们的打法不炫技，但讲究推进节奏，攻防转换迅速，尤其擅长通过边路下底制造威胁。球员跑动数据高，拼抢凶狠，哪怕比分落后也不慌乱。网友总结：南通踢球像干活，不喊口号，动作麻利，脏活累活全包了。也有人调侃南通的防守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前场进攻像江海水，慢慢涨，稳稳冲。这种踢法恰恰延续了南通这座城市的风格。你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妖气或者骚气，但你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工地感，全是执行力、耐力和稳扎稳打的工程逻辑。南通不是最先出圈的队伍，但绝对是所有对手都不愿意碰的对手。它的存在就像那句老话：闷声干大事，低调云比赛。如果说南京主场是牌面，徐州主场是高音喇叭，苏州主场是文雅沉静，那南通的主场更像是一场工地团建与社区运动会的合体，不是不热闹，是不花哨。球迷们基本不太搞装扮，不搞舞台灯光，也很少出现统一口号。但你看那一个个大嗓门，一个个自带塑料凳来的观众，你就知道他们是来真看球、真支持。看台上经常能看到海门建筑队、鲁东机械厂、通州运输联盟的横幅，仿佛整个江海产业链都来集体加油。不少球迷穿着工服就来了，有人直接在看台上掏出晚饭盒子吃饭，一边吃一边喊传中到脚，像极了夜班工人下班路过场边顺手支援。网友评论：南通主场没什么灯光秀，全靠真实的人声撑场面。在这里看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没有仪式感，但有踏实感；没有滤镜感，但有生活感。这种朴素反而让人觉得，足球不就是该这样被喜欢的吗？南通的球迷不靠造梗火，他们靠的是一种默默扛着的独特气质。在其他城市拼段子、拼应援、拼场面的时候，南通球迷在评论区往往冷不丁的来一句：不热闹不是不热爱，安静才是自信。他们说自己是干活型的球迷，看完球还能顺手拧一下场地边的钢结构。也有网友吐槽南通队有点闷，底下立马有人回：我们是张骞踢中锋，不是李逵打边锋。最有代表性的那句是：我们不是不出梗，我们是出完不说。这种不喧哗的热情，其实是南通一以贯之的城市性格。当其他队在赛后做鬼畜视频、写战歌海报时，南通球迷可能已经下班去吃海安大肠面了。他们不会刻意的去制造流量，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留下一句硬话：南通靠不靠你吹？不靠，我们踢。南通不是最先出圈的城市队，但它却是苏超里最靠谱的基石。它不像南京有神府的光环，不像徐州有段子的热度，也不像常州有语战热搜，但南通有一样东西别人学不来：稳定输出。每一轮比赛都有看点，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战术纪律严明，球员心态扎实，很难看到南通翻车，也几乎没有听说过南通内杠或主帅争议。整支队伍像一艘大型的货轮，不急不徐，但永远不掉线。网友说，苏超是热闹的，但南通是踏实的。别人出的是梗，南通出的是稳定分。南通在积分榜上霸榜第一，它的存在感是那种你忽视它，
他就悄悄云下比赛，你准备对付他，他已经安排好全场的节奏。在一个靠热搜和造势拉票的联赛中，南通靠硬碰硬和少犯错赢得了尊重。这也正如它的城市本质不是主角光环型城市，而是工程图纸型城市，没有夸张的色彩，但有钢筋般的结构；没有喧哗的口号，但有沉默的力量。如果你去过南通的主场比赛现场，你会发现它不只有呐喊声，还有城市文化的微光闪现。在南通奥体的周边，比赛日的市集不仅卖饮料热狗，还有南通非遗摊位、来印花布、通州剪纸、张骞语录文创算，甚至还有工人兄弟战术沙盘图手绘本。是文旅部门联动江海观赛线路，游客不仅能看球，还能顺路游狼山、游濠河、吃海门鱼圆、夜逛啤酒音乐会。最有意思的是，江海号足球专列在比赛日特地加开班次，为主客队球迷提供便利出行。列车车厢里贴着巨大的海报，两侧还滚动着播放南通球员进球集锦和江海风光。南通球迷专列已经停靠了徐州站，还没有看到人，就已经听到了他们的一种呼喊声。球票联名文创也很南通，纪念票根像工业蓝图，套票赠送的小礼品是港口起重机的模型，或是张骞语录钥匙扣。南通没搞花架子，但把这场球办得既接地气又有城市气息。这不是文旅凑热闹，而是城市在用最务实的方式对外递出一张江海名片。苏超这场全民参与的草根联赛里，有流量，有段子，有名场面，但在喧嚣之外，南通用一场场不张扬却高质量的比赛讲出了另一种的足球语言。它不是热点的制造者，也不是传播爆点的惯犯，它不靠台词，也不靠滤镜，只靠实力与稳定。它就像城市里那些默默上早班、拼命赶工期的工人，从不抛头露面，却撑起钢筋水泥的骨架，不高声言语，却顶住风雨的第一道门槛。这就是南通。有意思的是，南通的火爆甚至意外卷到了国足那边。在一次国足不敌印尼之后，球迷怒刷范志毅的直播间弹幕，集体刷屏，派南通队去踢吧。这句话看似玩笑，其实映射的是苏超热潮下草根球队对职业足球的讽刺。南通的打法、执行力和拼劲，给人一种比国足还像国足的错觉。你真把自己南通队当怎么回事？那南通队你能踢啊？你真能踢啊？这话也说不出来，太南通队少了。有的时候我不要说，你3天2头南通队，那南通队你能踢啊？你真能踢啊？范志毅当场有些不悦，反怼一句：“你们真把南通队当怎么回事了？”这话既像澄清，也像承认。毕竟南通的确不是怎么回事，它是当下最能代表中国足球底层希望的地方之一。那句“你们真把南通队当怎么回事了”，恰好反映了当前职业体育面对草根联赛压力时的焦虑。球迷的刷屏不是讽刺南通，而是讽刺国足，而南通反倒无意间扛起了中国足球的一种希望投射。面对这场无心插柳的全民调侃，南通文旅的回应堪称妙笔。他们发文表示，打破质疑，虚心受教，欢迎范大将军来南通看球。这一句话既不迎合也不怼人，而是用开放和自信化解争议，让人不禁觉得南通不只是球队有骨气，城市的气度也一样可敬。在这个以好看为第一要义的时代，它提醒我们还有一种尊重，是给那些沉默也值得掌声的强者。苏超因为它更踏实，江苏因为它更完整。我是趣味不正经，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下期再见。